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延安的延川县。本来呢，我是打算去看一座千年古窑，就是1500年前匈奴人建造居住过的窑洞，据说现在保存还比较完整。结果在路边行驶的时候，发现有一座陵墓。一开始我觉得奇怪，在黄土高原上怎么还有帝王陵呢？这个地方离黄河很近大概就不到10公里，所以我就下车来看一看。结果看了一下资料介绍，没想到确实是一座帝王陵，他是匈奴最后一个政权的开国皇帝。陵墓就在前方果园里面。这种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墓肯定是遭到破坏，并且它还算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。陵墓的名字是叫做嘉平陵，墓主人是赫连勃勃。这个赫连勃勃相信大家都比较陌生，一开始我也不太熟悉，看了一下资料才稍微了解一点。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都知道，曹、刘、孙三国最后归晋，在公元265年，司马苑取代曹魏政权，称帝，建立晋朝。为了更好的区分，后人称为西晋。到了公元280年，灭了吴国，统一了中国，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。不过晋朝一开始的建立就为后面留下了隐患，特别是司马炎后面的帝王很不作为，甚至还出现了傻子皇帝，并且当时西晋时期外部的局势是大量游牧部落内迁，关中和凉州的外族已经占到当地人口的一半，这就为后面留下了极大的隐患。到了公元291年，出现了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内乱，这次动乱历时16年，史称八王之乱。一旦有内乱，那当时的朝廷中央政府肯定是统治会衰落。那当时内迁的诸民族看到这种时机呢，就举兵，造成了五胡乱华的局面，大量百姓与士族开始南渡。到了公元317年，西晋灭亡，这个时候也差不多算是进入到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分裂的时期。在这种情况，北方就出现了多个政权，大部分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，史称五胡16国。当时有前凉、前赵、后赵、北凉、大夏等等，其中这个大夏就是赫连勃勃创建的，也是16国最后建立的一个政权。赫连勃勃呢，原名是刘伯伯，父亲是匈奴铁服部的首领，母亲呢是前秦苻坚后代，所以他是匈奴族、鲜卑族等多个民族的混血儿。这个人呢，长得是非常帅，姿容俊美，不过呢，却是生性残忍。小时候呢，也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在10岁之前，他算是贵族；到了10岁的时候，他的家族被其他势力杀害，他死里逃生，后面归顺后秦皇帝。从这个时候，他就慢慢发展，掌管的军队也越来越多。后面他为了权势地位，杀了培养他的岳父，相当于是忘恩负义。到公元407年，他建立服夏政权，他自称为大王，并且把自己的姓由刘改为赫连，意思是与天相连。在公元413年，命人在陕西靖边修建统万城，让其作为都城，现在还有那个城池的遗址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也继续四处征战，占领了很大的地盘，陕北、内蒙那一块都是属于他管辖。特别是在公元417年，攻占了长安，相当于是进占关中之地。在418年，他在西安旁边的坝上筑坛称帝，随即撤离长安，回到老家统万城。当时他的群臣都建议定都长安，可赫连勃勃坚持他要回统万城。这一决定呢，也使得他建立的夏国只能算是偏居一隅的小国，而不能做出更大的成就。到了公元425年，他在统万城去世，最后是安葬在这里。这个人呢，可以说是一个枭雄，军事能力也很强，但确实是非常残暴，对百姓不好。特别是修建统万城的时候，当时很多老百姓都因为修城而去世，有一些还遭到他们杀害。到了公元431年，北魏攻占了统万城，标志着他建立的大夏政权灭亡。
总体算起来，他建立的这个政权存在了24年，比较短了。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些政权真的是走马观花，今天你当皇帝，明天他当皇帝。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赫连勃勃，我们就去寻找一下他的墓种。这个人，他既然是葬在这里，就证明啊，这一块当年是属于他管辖的范围。这就是赫连勃勃的墓了。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小的，因为毕竟经过1500多年，封土堆肯定会有所变化的。这一座陵墓比较特殊的就是，按照专家考证，在当时应该是有7座封土，称之为七星冢，是按照北斗七星来建造布局的。不过由于经过1500多年，原本的7座封土肯定是已经没有了。按照资料记载，在明朝的时候，大概是剩下2座封土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，主要就是其中这一座，也看起来是很小啊，高度可能就3米左右，直径的话，也就是差不多。这一座墓，我们现在认为是赫连勃勃的墓，不过呢，一直有点争议，有点疑问。在公元425年，赫连勃勃是在统万城去世。正常来讲，一位帝王去世，他一般是安葬在都城附近，而这一座陵墓离统万城却是有好几百公里，并且这个地方离黄河很近。在历史上确实是有一些文字记载，说这个地方疑似赫连勃勃的墓，也没有说直接确定就是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们现在肯定认为它就是赫连勃勃的墓。那这座墓我们就看完了，现在准备去找一下千年古窑。那个千年窑洞呢，可能跟它也多少有点关系。从赫连勃勃墓出来之后，走了差不多20公里，就来到了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千年古窑。这身后啊，都是一排窑洞。窑洞呢，在陕北黄土高原是非常常见的，不过上千年的窑洞估计是很少。而这里面呢，竟然保存了1500年的窑洞，我猜想啊，这可能是国内现在保存最古老的窑洞，并且呢还是保存完整。你如果收拾一下，可能都还能居住。窑洞这2年我们看过很多，在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山西都看过。窑洞呢也有各式各样的，你像我们前方看到这些是用石头建造的窑洞，上面呢覆盖了一层黄土，而有一些传统的窑洞呢是直接在这个黄泥土里面挖出一个洞穴，然后去建造窑洞。我们等一下看到那个千年窑洞啊，就是如此。还有一些窑洞呢是现在新版的窑洞，就是用砖块去弄成，反正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、技术的发展、生产力的发展，窑洞呢就修建方式肯定会有所变化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窑洞呢，大家仔细发现没有？下面是方的，上面是圆的，一个半圆形。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圆地方，因为在以前呢，包括现在修建房屋肯定都会遵循一定的道理、一定的讲究的，这个是千古不变的。那我们要去看的千年古窑就在这个里面。我来的时候查了一些资料，看到是匈奴人修建的，大概是1500年前。匈奴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最典型的大家可能知道，秦始皇筑长城，派蒙恬在北边抵御匈奴，还有后面汉武帝派出霍去病以及卫青去打击匈奴。在汉武帝那个时候啊，基本上是解除了匈奴从战国时期到汉朝差不多100多年的北方威胁，算是把匈奴打趴下了。不过汉武帝并没有彻底的解决匈奴的隐患，到了东汉时期有匈奴来进攻，后面到了三国那个时候也有匈奴，特别是我们刚刚说了，赫连勃勃他在公元400多年，当时呢还攻打过长安，占领了长安，还建立了匈奴最后一个国家大夏国，并且他还称帝，所以说匈奴人存在的历史比较长的。后面是赫连勃勃去世之后，他的都城被攻破之后，匈奴人
好像就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，就没有了这个民族。从春秋战国到公元420多年，匈奴总的来说存在估计有差不多700来年的时间。现在我们仔细来看看窑洞，这些不是千年古窑啊，还在里面一点点。你看这里的窑洞建造就有2种方式，一种呢是这种大的石头，这可能是我们近期建造的，然后这一些呢就相对来说传统一点，都是天圆地方的。这里面现在没人居住，可能是放了很多杂物。这个窑洞呢是比较朴素，如果是正常建好的窑洞啊，它肯定外面会粉刷涂一层泥或者水泥上去，弄得好一点。要不然这样的窑洞你住下来，上面经常会掉一些泥土下来，非常不方便的。主要是现在这边是大家观看的，放一些杂物就无所谓了。在以前估计这个地方也是有窑洞的，可能只是说不是这种方式。多看看这些窑洞，再去找一下千年古窑。又说到老话题了，在陕北或者是在北方，经常他们家族一户人家居住的地方都会有一个院落，并且外面还有院墙有门，这里也是不例外的。像这里的窑洞看得出来，基本上是依据山体建造的，就是等于是在黄泥土挖出来的，外面呢用那些石头堆积起来进行保护吧。2个窑洞加上一个可以说是厨房一样的，这个院落呢也是有石磨。基本上啊，在黄土高原，每一户人家这个什么石磨10年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他们可能是种一些玉米之类的，要进行加工，就靠这些。这里在20年前可能还有人居住，因为是有那个电线嘛。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刚才看到的墙壁了，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，就不会看到顶部直接的石头。这应该是以前做饭的，熏得很黑。旁边就是用来住宿的卧室，它这个门我感觉比较奇怪，就是弄得非常矮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猜想是不是他们为了冬天抵御严寒呢，还是其他原因？因为走在这里非常容易磕到头。看看这里面的窑洞还是挺大的吧。住在这种窑洞里面有一个比较不好的，就是经常会落一些灰下来，就经常要打扫。然后这个窑洞呢是外宽内窄，长度的话可能有10几米，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窑洞了。里面还摆放了很多东西，那可能当时搬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带走。我估计啊，他们可能是搬到旁边那个新房屋去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窑洞的顶部，都加了木头进行固定的。窑洞里面炕是必不可少了，这是灶台，这现在上面也是杂乱无章啊。这个炕还挺大的，我估计能睡好几个人。延安市历史建筑千年古窑，进了这个院落就能够看到千年古窑了，就在我们正前方，就是那2口窑洞。首先有一点，这2个窑洞大家第一眼看出来是不是跟我们刚才有点不一样的？我们刚才看的是天圆地方，上面是半圆，而它这里呢是尖的，有点像锥字形，这个就是区别。由于这个可能就是匈奴人的那种习惯吧，跟我们汉文化还是有点区别。窑洞在陕北，在黄土高原经常见，那么是怎么样确定这个属于匈奴人建造的窑洞呢？这个也是经过专家考证的。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的看一看这2个窑洞。这是左边的窑洞，这里的与众不同，一个是我们说的它这个是像一点锥字形，另外一点呢是在这个窑洞上面，外面这几块石头上面是有很多雕刻，有图案的。正是因为这些图案确定了这个是匈奴人建造的。大概是2001年，当时有一个美术教授，他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图案并解释出来了。
在最左边这块石头上雕刻的就不是花纹，而是一个人的模样。大家看不看得清楚？人的头部、肚子、手、脚下面有祥云，相当于一个人站在祥云上面。这个人物呢，跟我们平时看的汉族有点不一样，他应该是一个匈奴人的武士，因为他整体的穿着就明显的有所区别。首先看到呢，他是头戴毛毡帽，这个帽子跟我们平时看的就不一样，基本上是那种胡人的形式。然后呢，高鼻梁，这个跟我们汉族也是有点区别，大眼睛、大嘴巴，然后这个耳朵上面还有那个耳环，然后这里还有弓箭，这就明显是一个匈奴武士准备出征的场景。而且呢，他头戴毛毡帽，还有耳环，就证明这一个匈奴武士呢，很有可能算是有点身份，我们说的贵族武士，或者是一个首领吧。这样看，这个整个形象是非常贴切的。在最右侧这块石头上面雕刻的也是一个人物，那这里呢就是一个人头戴通天冠，手持宝剑。那么我猜想，这个人身份比刚才还高，那个是弓箭，这个是宝剑。在那个时期，拿宝剑的人身份肯定是高一点，很有可能是将军。那么他既然有这个刻画，很有可能是跟这个窑洞主人身份有关。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匈奴人建造的窑洞呢？我猜想，可能也是跟赫连勃勃有关。他当时建立了大项政权之后，并且称帝，那么陕北这一块呢，肯定也是属于他的管辖范围。那既然如此，他肯定会把他民族的人迁移过来。那么过来之后，肯定是要生活、要住宿嘛。那基本上黄土高原那个时候，窑洞基本上是首选。这样的话，就建造了窑洞。另外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这个地方靠近黄河边上面，当时是应该有驻军。他可能这一块呢驻守了很多部队，那么当时附近呢是兵营，那么也建造了一些窑洞用来居住，可能就是这两种方式啊。这个窑洞上面石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左右两侧的人物形象，那上面呢就是其他的一些花朵，就算是普通一点吧。那现在我们去窑洞里面看一看，看看1500年前的窑洞是什么样子的。为什么会说是1500来年？因为一个是经过刚刚那个我们说的专家考证，还有一点呢，大夏的政权基本上就是公元420年左右那个时期，后面马上就被灭掉了。匈奴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也就是消失了。就是这样把时间大概推算出来，有1500来年了。那里面的构造跟我们刚才看的都差不多，也是外宽内窄。为什么会外面宽里面窄？我猜想可能就是为了安全嘛，为了承重。你看上面也加了很多横梁木头，那这个不知道是原版的还是后面的。这个窑洞有1500年，就算是匈奴人当时没有居住，后面还是有人居住的。所以说这个窑洞1500年的时间，陆陆续续一直是有人居住的。你看上面是很多黑色的，那么肯定是有人当时在做饭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刚才说这个一定要涂一层东西，你看这里就涂得很厚了，有那个黄泥土，后面呢还加了一些石灰这些上去，所以这些石灰可能是近代涂上去的。估计20年前应该是有人居住。因为这个窑洞大概是2001年被那个专家研究发现考证得出是匈奴，那个时候就算起来算是文物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炕很长，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炕平时是怎么睡觉的？它一般是这么躺着的，不是这样的啊。这种炕的一种生活习惯，有些电视剧里面也会演绎嘛，特别是东北大炕，东北冬天要烧炕。这个不光是黄土高原，北方很多地方呢都有炕的。刚刚我们分析了建造这个窑洞是两种情况，两种人建造的。那通过这个石刻图案，我猜想啊，
很有可能当时居住在这个窑洞里面的人，就是防守这个黄河沿线的那些将军，因为是武士嘛，普通人他不可能在这个上面雕刻武士，普通人建造房屋基本上也没有雕刻。现在去看看另外一孔窑洞，上面呢也是有很多雕刻的，不过没有人物啊，只是一些图案，那些花朵、云纹。那么可以得出，在左边这个窑洞里面居住的人，应该比右边窑洞里面居住的人身份高一点，因为在以前呢，等级观念是非常森严的，什么人有什么地位，享受什么东西，全部是有规定的。那来这边看一看，里面的布局跟我们刚才看的差不多。这个窑洞的面积比刚才隔壁那个窑洞面积小了很多，从这里也能证明隔壁窑洞住的人身份地位比这一个更高。在旁边还有窑洞，这明显的看得出来又变成天圆地方了，跟旁边2个匈奴窑洞完全是不一样。这就是后面其他人修建的。所以经常很多，特别是古建筑专家呀，就是对古建研究比较深的人，他走到哪里，一看这个建筑形式，就大概能够推测出来这个建筑是什么时候的。特别是去山西看那些古建有斗拱，就那些对其有了解的人，一看这个斗拱是唐朝的啊、宋朝的、明朝的，都能够区分。啊，这个里面以前是经常做饭的，你看整个里面都熏黑了。这里面还有个大缸，这块还有个暗道吗？看看，还真的有哎，不知道通向哪里的，我就不爬了。这难道是逃生暗道吗？上面也看不清楚，也爬不上去，因为比较滑。这个窑洞如果是按照赫连勃勃那个时候修建的，那么就不止1500年，应该是1600年了。在旁边这里确实还有人居住啊，也是2孔窑洞，并且呢，在门前还有菜园子。这2个窑洞呢，也算是新式窑洞了，用石头搭建，然后在上面覆盖一层黄土，并不是那种最传统的窑洞。陕北以及黄土高原，现在仍然还有很多人是住在窑洞里面的。现在这个大门是紧闭的，估计没有在家，我们就不去敲门了。在农村，菜是最不缺的，到处能看到菜园子，这都是辣椒。那到这里，这些古老的窑洞就看完了，真的是大开眼界啊！没想到我们能够看到1600年的窑洞，相当于是1600年前的古民居，1600年前的房屋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